大家好，高手过招通常无需半天的纠缠或者口舌的争执，一招一式之间就能够判定出高下了。而一部电视连续剧好坏与否都不用下脚料之类的佐料去堆砌的，一集两集就能够看得出端倪了。王一博的风起洛阳一开篇就紧张四溢，锣鼓喧天，让人斩首快进。这节奏就是朴素的成功了。而赵丽颖的谁是凶手，同样人未上场，各种的人设悬念就纷纷的登场了，各就各位了。观众们脑袋里的问号跟风起洛阳一样，左一个右一个，没完没了，无穷无尽，烧脑不已。通常解铃还须系铃人，没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三大主角个个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因果的交织，观众们只有耐着性子看下去，才能够慢慢的理顺吃瓜的思路。这节奏跟沉默的真相已经殊途同归了。好玩的是，无论戏里戏外，很多不为人注意到的趣味的花边，我们了解的越多的话，整个的故事架构就能够越丰满，全部的人物的形象就能够越有感。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12月5号，谁是凶手首播2集，这部剧的影评口碑就跟着点爆了。除了第一波黑粉们看都没看过无脑的攻击之外，看过的吃瓜路人们基本上都是甘心情愿的奉献出了自己4星或者5星的刷屏了。不少人都对剧情节奏和悬疑感表示了不同程度上的认可了，因此好看与否，尬黑基本上都是自娱自乐的余下的寂寞了。谁是凶手最大的亮点一路以来都是围绕着演员阵容的，肖央、董子健、赵丽颖这3位实力派的演员的强的合作，无形之中拔高了观众们的期待值了。尤其是赵丽颖首次尝试悬疑网剧，交出来的作品究竟能够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结果呢，莫名其妙的被人率先黑了一波，无辜挡枪的那个还没有出场的赵丽颖，居然就在无形之中帮助这部剧一开局就顺利的拿下了飙升榜的第1位了，而且数字还特别的惊人，热度直线的飙升了。请注意，排在飙升榜第3位的居然还是赵丽颖自己的旧作剧集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暂停一下，去看一看到底是赵丽颖的哪一部大作居然在时隔数年之后都能够继续的飙升拉抬人气。所以新闻我感觉到人气这玩意儿真的是让人不服不行的，几年之后人气依旧可以不断的水涨船高，真的是神奇不已的存在了。不仅如此，谁是凶手还被央视点名宣传了，仅仅是一个片头就已经深入人心了。赵丽颖的这部新剧目测要大火了，有了热度，只差品质，谁是凶手有望扭转迷雾剧场的口碑了。我之前已经聊开过了，谁是凶手前2集算是四平八稳，开了个好头。导演的叙事的能力不愠不火，设置不错，剧情的交代清清楚楚，悬疑感已经拉满了，而演员们的演技更是可圈可点。5星的影评的刷屏让该剧在逆境中扛起并且扛住了迷雾剧场的大旗了，真的是可以指日可待了。只要后续剧情不拉胯，编剧功力能收场的话，该部剧或许就是今年口碑最好的一部悬疑剧了。因为我也强调过很多次了，作为一部悬疑剧，
最大的卖点并不是演员们的阵容豪华与否，而是要人命的剧情能够激发出观众多高的肾上腺素呢？这样的作品才能够顺顺利利的获得相关的火爆的关注和火爆的影评。谁是凶手开局飘红，就是沿用了极其稳妥的基础的思路，整体上呈现出了质感的一面，调色、背景方方面面都让人看着舒服自然，没有过分的夸张和渲染的多余的滤镜，因此一开始镜头的还原程度就真实可信，娓娓道来了。甚至演员们脸上的那些痘痘呀、印斑呐啥的，居然都清晰可见，真实感真的是超好。或许就是因为迫于强大的过审的考量，四平八稳的套路让人难免都会有熟悉不已、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断的跳现出来了。剧情和人物的设置上，老套的痕迹相当的明显。例如第一集当中，身为警察的肖央刚刚被同事送了一个护身符，结果呢，转眼之间那个送护身符的同事就不幸的殉职了。而董子健所饰演的角色，小时候就目睹了老师的被杀，跟着呢，长大之后就失志投身警察队伍了。于是乎，镜头一下子就跟着转到了17年后了。在办案的现场，他又立马智商爆棚了，成功的树立起了一个个性张扬、聪明睿智的光环的人设了。因此，估计这个董子健是要和肖央所饰演的角色走一遍那种开始时各种的不对付，跟着呢，之后又会展示出惺惺相惜的各种传统的老套路了。这种套路容易过审，却又容易让那些挑剔的观众们有话可说了。好在新闻我特地总结了10个必须留意到的重点，或许能够帮助到您在审慎的表面下面寻找到一些精彩藏匿的悬疑的亮点。这些亮点个个都是烧脑的钥匙，是拨开迷雾的线索。欢迎您和新闻一道破解这个赵丽颖有份参与的，而且是进行当中的惊天的悬案。亮点1就是凶手在行凶的整个过程当中一直都戴着手套，然而呢，在电话亭报警钓鱼的时候，则是将手套摘下了，故意的留下了指纹。或者这说明凶手要么玩设局，要么有帮凶。那么整个团伙的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个故意暴露自己的细节，分分钟都能够激起观众们的头脑风暴了。到底谁是凶手呢？凶手在干嘛呢？亮点之2，在第1集结束的时候，一下子就转换到了17年后了，紧接着就展开了第2起案件了。问题是，死者变成为了男性了。按照悬疑剧的套路而言，这和最开始的连环杀人案是脱不了关系的。但是凶手的犯案思路为什么会大变了呢？这种突变的关联必须要等到后续的情节来解密的了。这种拐点怪异的悬疑感营造手法十分的强烈，剧方显然没有贪多去进行必要的转折性的铺垫，因此让所有的观众们从第一个案件中的笔墨中很难领悟到一二。亮点3，冷小兵单枪匹马前去救人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被凶手反击得手，结果在举起手枪的时候，他居然浑身都在抖动，而且抖动的非常的厉害，肉眼可见的那种慌乱，居然他连扳机都抠不下去了。这个肖央的眼神当中充满了诡异的犹豫，这点我也一早就提到过了。这么一个亮点如果解决的话，就会是极其完美的圆场了。
亮点4整部剧虽然都是以连环杀人案为主要的切入点的，但是这起的连环杀人案又跟普通的案件完全不同了。每一次凶手作案的时候，居然都会给被害人注入麻醉和激松药，使得被害人在微笑中慢慢的去世了。这种变态以及诡异的画面感，无形之中增加了整个剧作的惊悚感，也直接的传递给了观众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杀人凶手不但在心理方面大有问题，同时他居然还能够弄到那些麻醉药和激松药的管制类药品。亮点5，杀人凶手的一个习惯，也就是破案的关键了，那就是他每一次在作案之后都会用相机去拍照留念。专业的单反相机自然也需要专业的洗照片的工具了，貌似越是符合这些类型特征的话，就越有可能是那个最后的凶手了。亮点6，高露所饰演的夏金兰老师，这位学生夏木买鱼回家的时候，被神秘的男子尾随杀害了。看似这是一种凶险的随机犯案的手法之一，然而呢，背后其实也深藏着众多无解的问号。因为夏金兰老师当时已经有了爱慕者了，而学生夏木却因此非常的不高兴，甚至还有心藏起了他的戒指。要知道，正常的师生之间的关系绝不可能促使一个普通的学生产生出了如此奇怪的想法和做法出来的。因此呢，即便这对师生之间也有着秘密可言，这两个人应该有另外一层的关系。说到这儿，他们两个的姓氏居然完全相同，很难不会让人产生出离奇的联想出来。亮点7，回到亮点1，这个报警的人是否就是凶手呢？如果是凶手的话，为何还要去报案呢？为什么要去加大被发现的概率呢？特别奇怪的是，打电话的时候还故意的留下了指纹以及烧伤的疤痕，这似乎都是妥妥的自掘坟墓的笨贼的手法，对不对呢？说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老鼠信猫的感觉呢？而且如果不是凶手的话，怎么会知道命案所发生的地点呢？报案的时候也故意没说全部的信息，搞得这个人仿佛也想抓住凶手似的。因为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是明晃晃的同样的存在的，那就是凶手的背后有一个知情人，而且这个人似乎一直都在暗自的寻找凶手行凶的规律或者说线索，只是一直都在被动当中，所以不知道具体深入的信息。那么这个知情人又跟夏金兰有着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亮点8，凶手在杀害女老师之前给派出所打了电话，然后就实施了自己的罪行。有意思的是，根据作案的时间上的间隔，受害女老师和上一位女性受害者受害的时间仅仅相隔了1天，这跟凶手往常的作案手法完全的相悖。而且凶手在杀害完女老师之后，居然顺便还带走了冰箱的磁贴，而这磁贴可是夏木和爸爸之间的情感的羁绊的。所以凶手的关系网是一个相当迷离的线索了。亮点9，凶手在逃离现场之后乘坐公交车离开了，而凶手在作案的现场所丢弃的 A4 纸上遗留下来了指纹，但警局的指纹系统里面并没有匹配到能够确认凶手身份的相关的信息。难道这个狡猾凶残、罪大恶极的凶手会是个背景相当干净的人吗？亮点10，重点之中的重点，高潮之中的高潮来了。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沈宇，在照相馆的门口，透过门缝从老板那里取回了自己和同学们的照片。结果呢，沈宇在装照片的信封上赫然发现了血红色的指纹，而这个指纹应该就是凶手的血手指纹了。在作案的现场，凶手连续杀害了2条人命之后，第一副手套就被鲜血浸湿了，所以他的手指上一定粘上了血迹。或者在回到照相馆之后，这个凶手可能连洗手都没有洗，就匆匆忙忙的把照片用信封装上了，而且还透过门缝递给了当时的少女沈宇。说到这里，精彩还没有完。沈宇和路边发放通缉令的警察偶然相遇了，从警察那里他得知凶手的右手手背有着明显的烧伤的痕迹。结果呢，少女沈宇从警察那里要了张通缉的海报之后，居然若有所思的离开了。少女沈宇当时似乎已经掌握到了部分凶手的线索了，但是她却意外的选择了去保守秘密。这便是谁是凶手这出悬疑剧的最大的心理分水岭了。所以可见少女沈宇当时的心思就已经非常的反常和诡异了。长大之后，摇身变成为反派大 boss， 也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这就是女主角沈宇的少年足迹和成长的拐点了。而当时的那个信封上的指纹，也将会是解开这个尘封17年的海州连环案的关键的所在了，也注定是指认凶手的关键的证据了。说到这，您的心中是不是展开了一幅破案的线索图了呢？还是开始心乱如麻的了呢？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赵丽颖注定是这一整场勾心斗角的关键所在，注定会是编剧绞尽脑汁刻意圆场的核心人物所在了。有意思的是，不少人都被开场的那个高露所饰演的夏金兰老师给震惊到了。力量型的演技让被害者的画面感扑面而来，冲击了所有观众们的心灵。或许您不知道的是，高露原本不想出演这个打酱油的角色的，结果呢，高情商的赵丽颖居然在戏外就成功的反转了情节了。不少人在首播的剧情当中对客串出演的高露戏份表示出了很讶异和很震撼的感觉。尽管高露迅速的下线了，但她的演技仿佛依旧在线。先是她的一身红毛衣让观众们眼前一亮，跟着呢，她拿起电话的时候表情凝固的瞬间，以及她在被害之后脸上凝固的笑容，接二连三的震撼感让观众们的心倍儿凉倍儿凉的。可以说，这个高露通过精湛的演技给观众们各自留下了面积不小的心理阴影了。近日，高露在宣传谁是凶手的时候大大方方地表示说，该剧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塑造都有猛料在锅底，你们得等它慢慢炖出味道。其实电视剧在第1集就埋下了伏笔，似乎也给出了让观众们破解谜局的线索了。当然，我这个笑也是有伏笔的。跟着呢，这个高露话锋一转的接着说，其实一开始我不想客串谁是凶手的，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想被拒，但是被赵丽颖给说服了。这个高露欲语还休的调侃说，赵丽颖小姐姐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乘风破浪的姐姐，但是客串接戏也是一种乘风破浪。她还建议我要合理安排接戏，还说来了
就送我几张餐厅的优惠券。听他这么一解释，您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种会心想笑的直接的感觉呢？这个鬼聪明的赵丽颖虽然说话还是赵小刀的风格，但也依旧是刀刀见血，直达关键，而且还是特别让人舒服、相对务实的那一种。有意思的是，谁是凶手上线以来，制作精良的优点以及演员张力的表现，居然都没有冲上热搜。冲上热搜的反而都是争议十足的花边的话题。其中预热海报的涉嫌抄袭，以及我重点聊过的对还没有出场的那个赵丽颖的台词功底的火爆的质疑，都是超级火爆的热搜之一了，让人实在是尬笑不已，哭笑不得。话说谁是凶手的剧组专门放出的海报率先引起的舆论争议，的确值得新闻我特别的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有眼尖的网友们发现，凶手的海报不仅涉嫌抄袭，而且抄袭的还不是普通的作品，而是粉丝无数的经典日剧半泽直树。于是乎，谁是凶手的官方平台在接到网友们的提醒之后，针对雾系列海报的抄袭嫌疑，海报设计公司十分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了查证。跟着呢，剧方平台便迅速的做出了道歉，说真诚的向观众们道歉，鉴于此情况，我们会陆续将该系列海报在各传播渠道删除。其中剧方特别提到了在海报创意的阶段，通过概述剧情分析制定出设计方向，基于这三个人之间扑朔迷离的人物的关系，选用了相对贴合的论语颜渊的经典之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本是无意，但出现创意雷同和排版相似，对同行造成了困扰，实属他们在工作上的失职，对给谁是凶手剧组和一直支持该剧的观众们带来的困扰致歉。说到这，让人感到相同蹊跷和相同尴尬的是，同一平台在同期播出的《风起洛阳》的时候，同样被网友们指责了道具抄袭这个梗之后，再次诡异的出现了相同的状况了，而且同样是复制到了王炸姐姐的身上了。同样让王炸弟弟王一博陷入到舆论漩涡的这个道具抄袭的事件风波，其实还没有平息，谁是凶手却又再来了一波海报抄袭的梗，抄袭的对象还是已播了8年的老剧集了。其中这个巧合的因子貌似实在是太多了，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一出自导自演的反向营销的戏码呢？毕竟这种后期海报的抄袭并不会对已经完成了制作的剧集影响太大的，所以无需担心风起洛阳或者说谁是凶手的口碑会受累或者受损。反而平台是可以通过这些话题的持续的发酵，吸引到更多人的好奇、关注和追看这些剧集的，而且借着王炸姐弟的风头火势以及精良的制作班底，转化出更多的受众关注和流量的变现出来。这种反向营销的方式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了，这种手法对平台而言绝对是有帮助的，只是对于相关的艺人而言却又多了不少的无妄之灾了。因为这种十分讨巧的营销的手段用多了用过了，就特别的容易适得其反了，让一些人开始忽略了剧集的本身，去钻入到了八卦的口味去了。谁是凶手的深入的探讨和质感的分析，现在似乎关注量还不够这些八卦的热搜和热度了。
这就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了。因此，不少人也跟着养成了一种还没有看戏就跟风差评的坏习惯了。所以，老实说，娱乐圈的大环境其实也是一种双向的造成。清流的艺人们无妄之灾，今后也注定只会多不会少的。所以，您除了看戏和沉浸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千万别忘了，因为这件事一天都不能少。如果您认同新闻我的说法的话，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开心祝福2022这几个字，因为您的支持和祝福是能量的积聚，是天上的祝福，更是这个王炸姐弟跨越千山万水的进步的动力了。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飞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力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全部的黑夜，可以带来了所有的希望，更会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